我是一个程序员，平时没有什么娱乐，在恋爱方面也比较没有什么经验。我女朋友的性格比较外向，总会说我不解风情，和我闹闹脾气。她平时还总是因为朋友和工作忽略我，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我跟她交往快2年了，我越来越发现，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合拍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工作的原因，感觉她好像和我不是活在同一个世界里。她不善于人际交往，遇事想法也很简单，让我有点看不到未来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还要不要跟她继续走下去。只能目送。一位程序员在情感当中遭遇了困惑了，来，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侯来自湖南，程序员；女嘉宾小刘，22岁，来自江西，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没有安全感是吧？是的。哦，嫌他跟你不合拍是吧？啊，哪些不合拍呀？怎么就不合拍了？就因为我男朋友他是一个程序员嘛，天天工作就是对着电脑就行了，感觉就是在人际交往这一块就不行了，然后性格也是特别那种腼腆。我的性格是特别外向的，然后以前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性格互补挺好的，现在就是因为性格这一块发生了很多矛盾。啊，你把这些矛盾给我们说说呗。就说他就是人际交往这一块吧。有一次，我带他跟我朋友出去玩，然后我们4个人打牌嘛，然后输了的就拿口红在脸上画画，然后因为那一次的时候就他脸上画的比较多了，然后有一次我没偏袒他，然后他就跟我生气了。你自己跟主持人说，你那次怎么回事？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嘛，然后输了的就拿那个口红在脸上画画啊，然后就是我输了很多次嘛。然后有一个朋友就给我画的时候画了很长的一笔，然后我就说那一笔就算2笔了，因为前面有说一笔画了很长的话就画2笔，然后那个朋友就不肯，然后就对着他说你说算2笔还是算1笔？然后他说只能算1笔，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他带我和他的朋友玩，他不应该多照顾一点我的感受吗？对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我带他出去玩，朋友当中我照顾他的感受，因为他是我男朋友；其他人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因为他是我女朋友。那怎么还怎么玩呀？对吧？而且他当时的话就是不开心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咱私下解决嘛，对吧？但是你当天怎样的，就整个脸就拉黑了，大家都感觉出来了。就这个，这没啥。不，他就你看这是小事儿吧？他因为这个还跟我说分手了。就是当时我后面玩完了，我就跟他低声下气的就说怎么了，就是想和好的意思嘛。但是他就态度还是很强硬，不给我台阶下，我就一下可能情绪上来了，比较冲动，可能当时就说了分手。还挺可爱的呀，你不是也没分吗？我的脾气是那种，就是过了一夜，我可能就不会去想那么多了。但是后面就是还有一个事儿是这样的，因为他是湖南人嘛，然后我是江西人，他是在我们南昌上大学，然后因为我留在了南昌，然后他总是跟我说，就是他现在一个人住，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孤独什么的。然后有一次一个周六的时候，天气特别好，我就说你别老待在家玩游戏，因为他特别宅，特别喜欢玩游戏嘛。我说你出去打打篮球，交朋友。你不来陪我玩，我还不能玩一下游戏吗？我觉得玩游戏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娱乐方式，他非要强迫我去打篮球，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吧。游戏这个事儿，主持人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反对他玩游戏，因为他玩游戏的时候也会跟我聊天什么的，不存在说游戏是第三者这种情况，是完全不存在。但是我就是不是说限制他玩，只是说希望他少玩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，一天下来就是只对着电脑。那你就多陪陪他喽。可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忙的人，我平时还在学校有学业，然后我平时也会出去做一些商业主持这一块。周末一旦有空，我也想回家陪陪爸妈什么的。但是他呢？但是我一周也会花时间陪他，就是至少也会有1、2次，最少。没有，就是有时候在一个城市嘛，就是1个星期的话，就有可能就是1次都见不到。这种情况我就可能会不高兴，我就觉得就相当于异地恋了一样。
就是他刚说那个有一次是唯一一周没去陪他，是因为那周我就是加班嘛，然后加班到比较晚，然后呢他就不高兴。平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我特别怕玩手机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他旁边，手机是不能开的，不能接任何的工作电话或者什么电话都不行，他就会不高兴。那次我就问他，我说以后要是真的毕业之后只会越来越忙嘛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当时怎么回答我的？你说？我说当时我可能比较有情绪化吧，我过了很久了，我说那就不做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好的，就是我后面想了想，觉得还是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就去限制了他的发展。挺好啊，这小伙子。然后我提醒你一句啊，这是写程序的人，不是程序。你现在把他弄成程序了，你说一个回车，他就说我的想法是，这不对啊，姑娘。这是你给他的暗示，我觉得人家没问题啊。他希望跟你在一起，你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打打游戏解解闷，没毛病啊。我觉得怎么了呢？但是我也希望他有自己的生活圈，在这个城市，因为我留下来，就已经在一定方面给我了一些压力嘛。如果说我不能去陪他，不是他的生活圈不是打游戏吗？但是游戏这个东西就是对眼睛、对身体都不好呀。就出去打打篮球多好，多阳光啊！好，咱们不讨论游戏好还是篮球好啊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次也是同学聚会嘛，他自己说他不去的，那不去就行呗，那我自己去。他说那我晚上去接你，我说那行。然后晚上的时候10点钟了已经，他没有任何消息给我，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消息，我说我已经在地铁站了，就是问他在干嘛，他回了我一句，他说在网吧打游戏呢。然后他又问了一句，你又问了一句什么？我说要接你吗？你说不用接啊。对，他问我，他又问我你要接吗？可是你下午明明答应我了晚上来接我，你为什么还要问呢？那我自然就理解为你在玩游戏，不想接我呗。所以我就回了一个不用，他真的就没来。姑娘，你想多了，对他，你直接说用他会去的，啊。但是就是女生不想要说出来呀，就是你自己有心你就自己做了呀。不是，你说他情商要老师他们这么高，那可以啊。人家不就是这么一个小伙子吗？你直来直往多好啊！是啊，你看，哎，我很理解他们的啊。可是女生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她自己答应来接我，还要问干嘛？好，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自己回去了，那个路上一路都没有人，然后我还心里还挺怕的。他一个电话一个消息都没问我到没到，就是人家玩着游戏开开心心的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也没想起我，在房间里看到我之后就过来问我，哎怎么了？就问了3遍。凡是哄我都不超过3次，然后我说你别理我，我说我们冷静一下，然后他就真的冷静了，自己去客厅了。不是你让他冷静的，多尊重你啊，是吧？你是这么想的吗，小子？就是那天我回去就是看他嘛，看他还在，但是一言不发的，我就觉得可能就生气了，然后我就去抱抱他，就问他说怎么了，然后他就很冷漠，就对我就叫我去旁边待着，然后我就不敢惹他了，我就去旁边吓那个了，多听话呀！他不是去待着了，晚上我跟我室友睡下了，凌晨3点钟，他跟一群男的去网吧玩游戏了，又去网吧玩游戏了。哎，你这人真是口是心非哎！你可说了游戏不是第三者，你不吃醋，我看你这醋吃的杠杠的。我不是因为玩游戏吃醋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还在生气呢，他还有心思出去玩，可开心了。不是，那些都是你的朋友啊，他们邀我去了，我不去就有点不太合适。你自己想玩，你何必找那么多借口呢？就除了玩游戏这事儿吧，还有就是他这个人，就感觉就是对着电脑对久了，只会解那个电脑的码，人的码他感觉完全不懂。就在人情世故，还有一些思想方特别简单。就是说那一次吧，就是他买一条烟送我朋友嘛，然后结果人家买到假烟了，我就陪他一起去换，结果发现就一个小破店，不就是一个专门卖烟酒的那种门店，就是我第一次买到假烟，没有什么经验。你当然没经验了，旁边就有一个连锁大超市，他不去，他后面还笑嘻的跟我说，我当时买烟的时候吧，那个人还特意从后面就捣鼓很久给我一条烟，我当时心里还有点那什么，我说你有点你怎么不问呢？然后他也不问，然后我说那你发票拿了吗？也没拿，拿着烟就走了。我觉得第一次做错事情没什么吧，但是我后面就没有买到假烟了呀。是你没买到假烟，你也没长教训，买了个破葡萄。他买那个水果去，就是给我室友嘛，接我室友。然后我看我室友就摘出了很多扔垃圾桶，我问怎么回事，我说这个很酸吗？不好吃还是怎么？我去看了一下，那袋子里很多都是已经烂了，还有一些就是掉下来的那种。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就是
就挂不住面子了。我想男朋友怎么会送这样的水果？哎，他挺懂人情世故的，男的送烟，女的送水果，挺懂的，挺好的呀。那是我说的，他连该怎么挑水果都不知道，就是感觉像没长大的小孩子一样。就是他当时叫我去买2个西瓜，那份葡萄就是我顺便买的，就没仔细看那么多。西瓜买的没问题吧？西瓜没有问题。你看，买了破葡萄没事儿，你应该再长教训了吧？还没有，第3次也是买葡萄，就是买一挂就花了将近小100。他上次说买了个烂水果嘛，这次我就想去买个好一点的，就是他说会，我就比较放心嘛。挺好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个信用卡的事儿，他之前就是办了一个信用卡嘛，然后我们第1次出去刷，然后他刷完了之后呢，他笑嘻嘻的跟我说，我这个信用卡没有密码，多好呀！我当时我脸就黑了，信用卡都不设密码，你这也是额度也有小10万吧？你丢了的话，别人不就直接刷了吗？我第1次用那个信用卡呀，后面就设了密码呀，也不是说没设，我只是跟你说一下，可能当时我比较乐观，就带着点笑就跟他说，就引起他的误会了。他老是这样，就是老是喜欢去跟我辩解什么，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那层。我说了之后，他才马上改的，你就是没想起来。姑娘，他对你好吗？对我好是挺好的。那不是完了吗？可是就是好，这种好谈恋爱没有关系。我觉得谈恋爱2个人在一起挺开心的，但是我也快毕业了，就是如果要跟这样的男孩子走进婚姻的殿堂，现在都让我这么累，我怕以后会更累。这些事情还挺影响感情的，每次因为这个吵架什么的。而且他就是谈恋爱吧，也特别不懂女生的心思，不懂我的心思。就去年过生日的时候，他请了1天假，特意陪我，我还挺高兴的。这还不懂你啊？就我挺高兴的呀。然后我想象中是他会给我安排好第2天所有的行程什么的，至少没有惊喜也得有安排吧。但是他就是只请了个假，什么安排都没有。没有啊，我问了你啊，我说了一个吃饭的地方，然后他否决了，就说我们在家吃火锅吧。然后我真的在家吃火锅了。我觉得是你应该提前告诉我，就是你预定好一个地方了，我跟着你走就行了。在家里吃火锅不是也挺好吗？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没有惊喜浪漫了呀。我现在听明白了，女生嫌这个男生可能有点木讷，对吧？人情世故不是很通达，生活能力可能你认为稍低一些，对吧？也不会人际交往。男生是怎么会对女生没有安全感的呢？来自于什么呢？就是他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，他就会很生气的对我甩脸色。比如说有一次2个人在路上骑单车，就是我的单车不小心挡了他一下，然后他就当场对我吼了一下，我觉得挺没有面子的。他经常这样会，就是让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很喜欢我。因为他对朋友从来没有这样过。你根本就不是不小心弄到我了。他骑车你知道吗？2个人骑自行车，他就跟小孩子一样，特别喜欢磨我轮胎，在后面磨我，我都快摔倒了。那我当然生气啊！就那么多人，你还玩这个？平时玩玩没事儿，你那都快摔倒了，你说我生不生气？而且我就是脾气虽然大嘛，但是我是那种就是气不过夜的那种，甚至说有一下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，我可能过个10分钟，我就会去哄他什么的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不安全呢？就是平时他比我还忙，就是我已经工作了，然后他还在学校，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比我还忙了，就是我有时间的时候他会经常没有时间，我有空的时候想去找他，他也会说没有时间。但是他说的这个事儿吧，像之前有一个广告公司就是找我签约，福利待遇什么都挺好的，我其实也有点想去，然后我跟他商量来着，他就是特别不高兴。第一，他不喜欢自己女朋友抛头露面；第二，他觉得如果我再去忙这个了，可能会更忙，就没时间陪他，然后有点不高兴。但是我后面还是就是考虑了你的想法呀，我当时就把那个拒绝了。身为一个男生嘛，就是总不喜欢自己的女朋友去做一些抛头露脸的。不是你这什么工作呀？签约的那种主持，带小孩，然后拍摄那种。那挺好的吗？那有什么抛头露脸？但是他就是要签很长，我当然喜欢啊。做就是喽。然后他可能最后也考虑到了我，就是没有去了。所以女生其实还是挺顾及男生感受的，对吧？但是他老是就是对我工作上面的事情就老是不高兴，觉得我就是没时间陪他了。他是那种就是简单的人，他肯定想要这种闲适的生活，而我是好胜心会强一些吧，
就是我想要更好的一种生活，那我自己去追寻这种生活，然后我自己努力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但是你应该在旁边，应该鼓励我、支持我。但是他不是，他就是会跟我不高兴，觉得你又加班了，你又忙了，你又怎么了？我还挺累、挺委屈的。所以现在看来，并不是人情是否通达，在某些核心的东西上面，两个人好像并没有达成共识。女生现在是有点舍不得，是吧？想走有点舍不得，觉得其实这小子还不错，但是要真的嫁给他了，用你的原话说会很累，对吧？男生会觉得很委屈，是吧？我其实挺在乎你的，你怎么这样？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相爱，但是我们觉得再往下走，女生会觉得我累啊，我没办法呀，咋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怎么解决这个累的问题？其实钥匙在女生手中。一个男生在大庭广众说自己在恋爱过程当中没有安全感，看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多性格差异很大的夫妻，他们美满幸福一辈子，这就说明性格差异它不会成为爱情的障碍。关键是我们要努力有这样的一种阳光的、激情的生活的方式和态度。两个人需要的是抱团取暖。二位好啊。事物都有两面性嘛，它单纯，这个单纯是有它有利的一面，但也有它在爱情当中会让另一半觉得非常累的那一面。很显然，在你们这段
其实更多要想的是女生，你到底是责任还是感情呢？谢谢你们。性格互补呢，可以成为两个人在一起的粘合剂，但同样呢，也会成为两个人分开的理由。其实关键只是在于你是否彼此懂对方，他足够的懂你吗？他可能只是知道你在外面很忙，但是你有跟他说过多少次你的生活的样子是怎么样，你对未来的期望是怎么样，你要的到底是什么，他懂吗？反过来，你懂他珍惜你的是什么，他希望从你身上取得的是什么，又希望你改变的是哪些，你能做到吗？所有的比如说第一次，他有太多的第一次吃亏啊，然后这些人情世故不懂啊，其实这都非常好办，因为随着他在你的调教下也好，或者在你的影响下，包括自己的这个发展轨迹，他都会加强的。而你点出的那些错误根本就不是原则错误，最大的问题是你好像是无法跟他进行心灵上的沟通。因为每一次我跟他说这些的时候，他会特别不高兴。就我不能提幼稚这2个字，就是他就会不高兴，他觉得这些没有问题啊，我就是这样的性格。其实这就是最大的问题，你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。你可能换一个词儿，你不说幼稚，可能这方面你有点单纯，想得简单了，可能换种方法他可能能听进去，但是你找不到让他打开心扉听进去的那个方式。相反，他给你所做的东西都让你有压力，比如说为你留在这里，要知道你在哪儿啊，你为什么去了，去那哪儿又不高兴啊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，生日到底怎么过才能让你开心，他都不知道。这是最大的问题，这不是他性格上的问题，不是他单纯的问题，是可能他根本就不懂你。同样男孩呢，他能不能走进你的内心，其实你是有感受的。你不愿意听他说幼稚，其实你是抗拒他走进你的内心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坚持自己，那你无法跟他融合在一起。所以你们俩各自审视一下自己，有些决定是不是下得过早了，被他留在了江西。如果分开，你会不会怨他？不会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所以在我们彼此投入的还不够那么深的时候，不妨审视一下对方是不是适合自己，自己做这些值与不值，就这样。优点的反面一定是缺点，就看你把哪一面翻出来，你怎么去用。你得到了优点，就一定要为缺点而付出代价，这些道理都懂，很清楚。但为什么你还是要在拥有一个人的优点的时候去挑他的缺点呢？那是因为你自己有优越感，你觉得我有条件挑挑摘摘，你觉得我比对方有优势，我有资格来挑剔你的缺点，所以你才会去挑缺点，你才会去要求尽善尽美。但这种优越感也给你带来双重感受，一种感受就是刚才所说的，我有资格对你的缺点挑挑摘摘；还有一种感受，就是因为你在南昌是主人，你有优越感，但同时你又希望不因为自己更多的强势而让对方反感，你应该过于的去体谅对方，所以你才会选择放弃一份自己所喜欢的事业。这是双重感受。所以我认为，既不要因为自己的优越感而忘记自己的责任，也不要因为过于体谅对方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到最终就是患得患失。他是湖南人在南昌，我好多年都是南昌人在湖南很多年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因为一段感情或者是一段婚姻而留在湖南。留在湖南是我自己做的选择。你坦率地跟我说，有追求者吧？有很多。你坦率地跟我说，在很多次在挑剔对方缺点的时候，你是保持着有一种优越感。说你在很幼稚的同时，就是在说你不如我。但是说实在的，对于一个人的优点，当然要抱着欣赏的态度来看；但其实对于一个人的缺点，也要抱着欣赏的态度来看。看到一个人的优点，凡夫俗子都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优点。但爱人最难得的就是看到他的缺点，并且能够包容。否则的话，你跟周围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对吧？行吧，就这样。听懂了？当你欣赏的时候，一切都不是问题了；你不欣赏的时候，就出了问题。
当然，每个人也有权利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比如，我觉得女生其实挺清楚，跟这样一个单纯的男生在一起，是会很累。不是他单纯，是他的思维方式要求他简单，对吧？是他的思维方式养成的。你是会很累，你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那你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随心而来吧。你觉得相爱就往下走，你们觉得不再爱了，爱得累了，就告诉对方，我不再爱你了，我祝你快乐。但是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有一个女生会特别欣赏这一款，会非常的喜欢。坦诚最重要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2年了，如果突然就这样草率的离开，也不太明智。2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，我不想就这样轻易的就和你分开了。我现在才刚出大学，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像你想要的那种成熟给你的。2年的时间，我也觉得确实我们俩的感情可能开心大过那些矛盾吧。刚刚导师说的，我觉得也对，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自身的问题吧。好，时间到，请亮灯。谢谢2位哈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选择，请开门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嫁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人，微软工作的这么一位，说我们家那家伙，跟他说买瓶酸奶，你要交代买酸奶，他只会买酸奶，然后到那儿之后问你，说什么牌子的，然后他就说一牌子，买回来没有？没买回来，为什么？说这超市没有，他说你去下一个超市啊。他说你没告诉我下一个超市，于是回家再发出去，再去买酸奶，终于买回来。就是他们的生活好像就像写程序一样，虽然日子过得他有点累，但是因为他欣赏他的这个老公，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快乐，也很快乐。有的时候就简单一点挺好的，不要想那么多。姑娘，等你真的结婚了，你就会发现你们再有了孩子了，他宅在家里陪孩子陪你那时光是多么的快乐。现在都打上篮球，就跟有些爹一样，自己喜欢打篮球，没时间陪娃，打篮球去了。你看，所以就开开心心谈一场恋爱，好不好？别想那么多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你们俩开心一下，抱一个。也会嘛，也没那么木嘛。你看，来，礼物送给你啊。他也没那么木，回去吧。好，谢谢各位导师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，开开心心谈恋爱啊。